大家好 ，PIDS 一直是大众运输系统的标准配备，大部分旅客依赖这些设备来判断旅途的下一步。而我们在车上看到的显示器就叫做车载 PIDS， 而车载 PIDS 又细分为 DD、DI、SI。DD 指的就是车头显示器，在列车进站的时候，车头就会看到这班车的目的地。DI 指的就是车侧显示器，功能大部分的时候与 DD 相同。SI 指的就是车内显示器，就是各位通勤族在搭车的时候抬头就会看到显示着下一站的显示器。不过经常利用局限的各位通勤族，你有注意到吗？局限的列车从今天开始改造这些设备，而且跟以往的常规改造有很显著的不同。究竟改造了哪些？我们赶紧开箱来看看吧。这就是车内显示器的新样貌，主要配置于中和新路线的371型4系，从原本的单色 LED 改造为超大面积的 LCD。我们今天从东门出发，可以看见画面中分成了6个版面。从左上开始是这条线的名字、时间、下一站的报站、车厢号码以及目的地，再来是古亭可以转乘的路线。后面有个车站，最后是宣导标语。因为萤幕变大了，所以可以直接塞进整条局限的路线图，也新增了预估行车时间。北捷也就顺势把纸本路线图拆除。另外，整体画面改成了亮色系，亮色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像红线数位列车 PIDS 反光严重的问题。萤幕上出现的小列车显示了开门动画，车头车尾都会有对应的出入口编号以及电梯所在的位置，这应该是改成大萤幕的定番了。以淡水信义线的301型来说，在2012年进行的常规改造是针对车载 PIDS 升级成红绿双色 LED。车外显示器由原本的传统 LED 灯泡规格改造为体积较小但解析度更高的 LED 显示模组。车内 SI 原先是单色显示器搭配开门指示灯，后来改造为面积更大的双色 LED， 多了行先跟时间。比较中生代的371型3系在当初改造规格上大致相同，只有小升级为全彩 LED。其实这并不是北捷第一次在捷运车厢上实装 LCD 面板，北捷陆续在2022年以及2025年针对板南线一列341型与淡水新线一列381型进行改造，而这2次改造当初并没有所谓的规范，基本上是2间厂商自由发挥，也就出现了前2次改造无论硬体跟软体都有所不同的状况。另外，前2次也有针对广告版面的改造，但这次虽然舍去了对广告版面的改造，但出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时装在1号门跟4号门的迷你 LCD。1号门、4号门上方因为塞了空调主机，因此能够改造的空间明显更加受限。北捷本来可以选择把主流规格的全彩 LED 直接搬来照用，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，直接请厂商做了个小萤幕。
虽然面积明显变小，但是受益于 LCD 的高解析度，能够显示的东西可以变得更多。这是我认为在提升服务品质上很有诚意的一件事情。列车即将抵达终点站，面板角落会出现终点站的字样，并且搭配浅绿色的背景闪烁。在准备发车前，面板会显示这班车的终点，但比起以往的 LED 只有显示终点站的中文、英文来回轮播，这次的 LCD 面板可以直接完整显示起点站和终点站，非常清楚。这班车将会在南视角稍作停留后，继续折返开往回龙。不过，既然是开箱，当然也要来说说我觉得美中不足可以改进的地方。首先来讲讲显示器硬体本身，像我腿比较长，站得比较高，实际搭乘的时候就会发现，因为萤幕整个变大了，车厢中间原本那根横向扶手，反而刚好会卡在视线与大萤幕之间，观看的时候视角还是稍微有点被挡到。再来，虽然前面提到画面改成亮色系可以减少反光，但如果从侧面视角看过去，萤幕表面的反光问题其实还是蛮明显的。再来讲软体层面的问题，最多人批评的不外乎就是资讯杂乱的问题。可以发现两侧的空间被放入了各种不同的宣导标语。以我自己的立场来说，我是可以理解北捷这样做的原因，因为以往播放宣导标语是会直接占满整个版面，也就导致了网络上各种出现没办法看车子到哪一站的批评。我个人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开门方向的提示，新版界面拿掉了文字说明，这会变得非常依赖图示的易读性，对经常利用的通勤族可能比较没什么感觉。但如果今天是非在地，无论是本国或者是外国的旅客，第一眼看到图示，其实很难立刻分辨等一下到底会开哪一边的车门。总而言之，这次局限的升级虽然在细节上还有改善的空间，但这次改造随着全面数位化的引入，绝对是北捷服务品质的一大步。以上是我们这次的开箱心得，大家最近有搭到这台列车了吗？您最喜欢哪一个新功能，又或者是哪里最需要改进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，您的支持会帮助我产出更多的影片。那么我们下次见。